张龙虎问题牵扯面太广，他犯罪时间长了，他们要自己不报警，有时候查起来你还真困难啊。所以后来领导们就想出了个办法，敲山震虎，逼他们自己犯错，这不就把账号给逼出来了。敲山震虎。是啊，我被调查了，他们松了口气。可是没有多久呢，我就出来了，说明他们泼的这盆脏水没有用，并且这矛头已经对准了他们。你说他们能不慌吗？这一慌，就会出错。这也不抓也不放，把老虎关起来，看着他做困兽斗。对，时不常的敲打啊，让他狂躁。哦，你们这个事儿是提前商量好的，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？我是能出卖你还是怎么着？我是秘密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，能事先告诉你吗？行，我是跳梁小丑，没人把你当小丑。包括今天，有什么在屋里说，学会出门闭嘴。这里的事情，我连祝峰山都没透露过半点。怎么样，我那个位置，啊，挺舒服吧？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，完全是邱支章的主意。我们不能干涉银行内部的人事安排，不过还是要感谢你。你看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配合我们演了这么一场大戏，现在这个老虎一定坐不住了。反正我呢，就是想尽快把这个事儿完结。我是一天都不想坐在你那个位置上。你不是挺享受的？一点都不享受。哎，那邱老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吗？他千年老狐狸，你以为能骗得了他呀？钱伯是不是又搞人人过关那一套啊？啊，让大家也检举揭发我啊！有人就说了啊，说陈兴远这个人啊，只要赢了钱，追人追到家里要；输了钱啊，就得欠账啊，不给。这个人品性极其恶劣。肯定是祝峰山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跟他赌过钱呢？哟，给你制造艳遇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啊！你虚啥虚啊？没用的东西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刚不是一直在虚吗？虚有啥用啊？虚啊！哎，领导，领导，真忙啊！来，过来吧，坐下来一会儿说说话。哎，那你们聊啊，我出去逛逛。今天二位领导来这儿，我这也算是蓬荜生辉。生什么辉呀？就差生蘑菇了。这个刚才啊，邢理啊跟我汇报了一下，又赶上陈兴远弄了这么一出，咱们得，商量出个方案来。哎呦，您二位商量就行了。实在是要我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找你们也行啊。争权的时候，你比谁蹦得多高啊？不是你想当副行长吗？你这会儿装什么谦虚啊？你说说吧。文虎集团的案子已经让联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陈新远这事儿一出，要是定罪了，再公布出去，我们就太被动了。我的意见是，尽快的稳定局面，把分行各部门的负责人，像曾百川这样的全都换掉，换上和陈新远没有工作交集的人选。监察部直接进入分行，彻查分行的财务状况。这就是我对目前形势的态度。明白了。你说说吧，李行长。这个陈兴远到底有没有事儿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林处长不也进去了吗？
不也没事放出来之后照样工作？那现在就把分行的人给换掉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你觉得陈星远没事儿？啊？哎，你这个观点还真有点意思，说给我听听。不是你是怎么推理出来的？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时候，谁更希望他有事儿？谁呀？谁希望？是啊，谁啊？这是谁希望的问题吗？没错，是证据才能决定啊。那所以咱们在这儿猜测都没什么用啊。另外，这么重大的变动，不需要通过董事会吗？邱老，这林强啊，对总行的人事啊、行政啊，真是太不熟悉了。如果让他再继续在代理副行长的这个位置上，他根本就没法配合我的工作。当然，如果您同意他继续代理的话，这个烂摊子我是真收拾不了了。要不这样，我的工作也暂时停止，我的职位你也让他一块儿代理了。你这可是逼宫呢啊！啊！我想让林强继续代理，你不干了？如果我有什么问题，您可以查我，也可以提交董事会。哎，但是这林强同志在代理副行长的这个位置上，居然在监察部明目张胆地散播谣言，还组织分行的人在写给陈新远拍马屁的材料，您还让我们俩搭档做联中的正副手，那就真成了金融界的笑话了。你看看啊，我呢本是想啊，来协调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工作矛盾，哈，没成想现在弄成了，非得走一个留一个不行，就非得是推车撞墙没路可走吗？哎，你说说。哎呀，这也是我当不了大领导的原因嘛。我就不想站在您这样的处境里啊。这个决定还是要您自己做。当然了，要问我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喜欢龙源行。如果要解除我的代理职务，我希望可以公开化。明白了，给我1天的时间啊，让我考虑一下。你先走一步。好，那我等您信儿。你们俩谁睡上铺啊？哦，郑帅，我睡觉不老实，睡上铺容易掉下来。陈星远应该没事儿，你也这么觉得吧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你这就有点不够朋友了。那他有没有事儿，您知道？他要真有事儿的话，行李也不会迫不及待的要换血分行了。他要真有事儿的话，行李也不会逼着我把你解职了。他这是打了个时间差，防止陈星远独立。你倒好，啊，这几天弄得他是上吐下泻，搞得人家很不安。你这个惹事的家伙！哎呀，就算我不惹事儿，他也不会放过我呀。要不然您就听他的，给我解职得了。
我每天进城2个小时，回来2个小时，我睡眠严重不足了都。说你还睡眠不足？我每天睡得不足1、2个小时。行了，说点我不知道的吧。我让监察部给您发的邮件，您看了吗？看了。我的建议是，尽早开董事会，已经没有侥幸了。越往下查，这个窟窿是越大呀。如果明天早上我一解职，那么下午监察部一定会被解散。他会拿其他资金堵上这些窟窿，那些资金就没有窟窿了吗？我知道，您担心陈新元搞独立，可相比之下，总行的生死存亡才更为重要啊。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没了。撒谎。不是，还真没了，真没了。知道什么是眼中钉、肉中刺了吧？我这么逼宫，这老爷子还说要缓1天，他们这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秋老，如果真的不答应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不给我路走，我也不给他们路走。到头了，不管老爷子明天怎么决定，必须把林强赶走。好大这个辣椒！你发现你越来越像郝伟了？哪儿像啊？毒药。啊，不用拿了，这儿有，这有新的。你这都多久没跟我们一块吃早饭了？你今天不会迟到啊？这不是专门来陪各位吃早餐的吗？今天不用去，老爷子决定我是否留职的问题，等通知就行了。解职了也挺好的。之前我找工作面试的时候，就借我同学的好衣服穿，生怕弄脏了弄破了。后来我还是穿我自己的衣服，便宜是便宜了点儿，但穿着安心嘛。今天肯定有电话吗？不一定，咱们都是小人物，不重要。林行长，钱主任找你。那，陈主任，那咱们进办公室说。哎，我的呢？您是来传达总行的人事决定的吧？你随便写份东西吧，说身体原因也可以，说工作压力太大了也可以，反正不能让你不明不白的就这么被解职了，对你将来也不好。你要不想写，我也理解，我找个人替你写，你签字就行。之前是这么逼郝伟，现在轮到我了。那我这个位置，不就是干点苦活累活，挨挨骂吗？我都习惯了。你说你吧，也是，让你当代理，你玩几天得了，那么明火之上的跟董事长对着干。陈新远在的时候都不敢的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老爷子会保你吧？不会。行了，我知道我在这儿不受欢迎，我也不废话了。东西写完了，你跟老爷子确认一下，然后发给我，我给你在内部网上发一下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，行吗？我觉得这地方吧，氛围还是蛮好的，比总行强。哎，您等一下，要不然您先接个电话。我跟你说过嘛，这2天不要给我打电话。什么事儿？我是钱波。
他说什么？脏话。这老东西。哎呀，那现在咱们可以坐下聊聊。给您倒杯水。先是给林处长打钱，然后是陈星远，都是你操作的吧？以为用了境外服务器和离岸银行就查不到了吗？你不知道。陈行长，您恐怕得等一下了，老爷子有客人。这一大早就有客人啊？对，钱波钱主任来了，您稍等。我们到现在还是瞒着我妈，不敢跟她说我哥出事儿了。有一回，老太太问我，说你哥到底去哪儿了？就算是人到了非洲，总得给家里来通电话吧？难不成是把爸妈都给忘了？后来好不容易熬到我哥入监，有了亲情电话。老太太在电话里面跟我哥说，自己的肺结节越来越严重了，现在一咳就是一宿。我哥要是再不回来，他怕是要等不到。我都不敢想，我哥在里边听到这话得有多难过。他是替人背锅的，现在又轮到我。我要是也进去了，那我们兄弟俩真就是把我们亲妈给害死。老爷子，我求求你，你发发慈悲。你哥哥的案子呢，是在明明知道对方没有达到贷款标准的情况下，协助对方伪造证据、虚构资产、收受贿赂，谁的错谁背，谁的孩子谁抱走。他做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上都不自律，你说他背的是谁的锅？你背的又是谁的锅？你拿钱了没有？我没有，老爷子。我虽然是董事长助理，但是我批不了贷款的。
现在回银行把您交代的事儿办了。行李拿钱了没有？拿了没有？我不知道。董事长还是很自律的。不是你不知道，还是他没拿？老爷子，我到今天还愿意一心一意的跟着董事长干，是因为我相信他没有拿。你要说下面的人有时候为了搞业绩，弄那些猫腻，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错，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事情会闹那么大。现在眼看着弥补不上了，他也着急，他一夜一夜的在办公室里面待着不回家，想办法。我相信他没有拿。但是如果他拿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也没逼着让你举报他。你不知道的意思是，他跟温虎集团有着多么复杂的联系。你不确定他拿还是没拿，是吧？你都帮他干了什么要命的事儿，还记得吗？你呢，是想自保，对吧？可是又不说实话。咋了？我从来不强人所难，啊！将来能帮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一定帮你。但是你不说的地方，你是要承担责任的。那我就是有心无力了，啊！走吧。常航，常行长，哎呀，老爷子，这么早我还以为您……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这亏了不是您玩的那个铁球，那样我可就真的废了。哼！怎么了，老爷子？是因为钱不啊？别，你要打可以，别打脸。呀，你连我你都敢骗，真是丧良心！你海外那笔钱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说跟凌晨那笔钱来路一致，就是出自同一个账户。现在你看明白了吧？啊，不是我骗你，是他们不容我。谁都不是无辜的。你要是不辞职，把行李逼得那么紧，他也不会那么干。我要不逼他，您能看清楚他和问虎集团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吗？现在这个情况，您要是还认为行李他能够挽救局面，那联众银行就是会在你自己手里。行李是出事了，你是要独立出去，
联中银行就毁在你俩手上。那你就放我单飞啊！我要自立门户，我没有藏着掖着呀。可以。那你就独立出去吧。好。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让行李从这个位置上下来，我得一点一点的清。董事长，哎，你坐，坐。哎呀，老爷子就是不放心啊，刚轰走了林强，就着急开董事会。他是要换马，啊？有意思啊。陈新远出来了，原本我想多困他2天，晚一点开董事会。算盘还是打不过老爷子。他出来你知道吗？我没见到他人，我接了通电话，听到他声音，是林强故意让我听的。林强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能跟我说什么？是我告诫他，让他赶紧辞职。他还算是时务，递了解职报告。陈新远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是不是他们查到账号的事？放机翼，放起落架。看前方的趴壁灯，2红2白。航向也是好的。100。准备落地。50、40、30。收油。20。收油，拉反推。Retard。好。啊，这个太真实了。对呀。来来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快！我试试。慢点。哎呀，我之前在电脑上玩过类似的啊，还有那个飞行手柄，但体验感跟这个比起来差太远了。那肯定啊，这套程序过去是训练专业飞行员的，民间的电脑游戏哪比得了这个？这套东西全世界搞了几10年研发，很成熟了。有一些过期的飞机版本可以拿出来游戏化了。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在这上面动脑筋，我们可以模拟真实航线，还包括高空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意外，各种极端天气如何自救。那主要消费人群你们调研过吗？一来是考飞行驾照的民间驾驶员，第二部分是年轻人，喜欢极速运动，
喜欢充满高科技元素的运动项目，可以在线上举办虚拟比赛。哦，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游戏体验。我认为还能再加一类人，残障人士。只要他们的手能动，那这个东西就会让他们短暂忘掉身体的限制，这算是高科技带给他们的礼物呀。这个说法好，高科技的礼物。那这个项目啊，咱们就抓紧。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而且我们行针对小微型企业、高科技企业都是开绿灯的。你们有任何问题找郑帅，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力量来帮助你们。这个体验馆开起来肯定非常好啊！你看，龙源那么多大学，年轻人又多，可以说你们是得天独厚。咱们要干这个事儿，就抓紧。好。祝好，请坐。不用了。刚才董事长让人力资源部通知我说，停止林强的行长代理工作，由您来接替。我是行长的助理，有什么需求您尽管吩咐啊。让我代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林强也来过电话了，说有一些后续工作需要您去处理。祝好，是这样。您看我手里边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，我来不及处理，要不然我找董事长说说，您先把工作接下来，反正马上也开董事会了。这个可能真的不行，您跟董事长怎么商量，这个我管不了。但是我这个身体啊，我可是一直带着病历在工作。行吧，我们先下楼处理工作，回头我找董事长说。业务这一块呢，你也都熟啊，我得给你做个汇报。曾百川呢有一个分行财务方面的自纠自查报告，可能需要呢您在上面做个签字确认，啊。另外，监察部这一块呢也有几个项目，可能想跟您核实一下。人事这一块呢，主要是咱们啊有几个老同志要退休了，按照咱们银行的惯例呢是需要举办一个欢送会的，到时候您确认一下，好吧？等会儿，一个一个的来，好吧？都进来说吧。哟，前两天那个小猴子把我们搞晕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钱行来得好，钱行来得好。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不用，分行账目的事儿，你有什么可回避的？那咱们同步一下啊。前几天呢，陈新远出事儿了，然后那个代理行长就让我们把500万以上大额贷款重新对一遍，然后重点标识出资金动向还有贷款的理由。我发现这里边有2笔款子不对，一个是武达钢业1亿7000万，还有一个就是武达照明集团9400万，有问题，看一下啊。什么问题？这个我知道，武达集团呢，当时是为江宁造船厂来做服务的。当时这个项目呢，是为14艘5500吨的远洋渔轮做的钢铁构件和全套的照明系统。你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能不知道？当时陈新远就觉得这2笔款子有一些古怪。他觉得古怪还敢放贷？这是总行交代下来的，前台总签的字。总行当时呢要求特事特办，而且要的比较急，所以在一些程序上呢不是很完善，说是过后再补。不过到现在也没补上。你看一下，行长那一栏里面是谁签的字？
把底单给我。我不记得我签过字。总行交办，您亲自下来签的字，总行做的担保。陈新远当时也在，你可以问问他。钱财应该也还记得。具体是什么问题？这个五大集团啊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壳了。当然还有一套写字楼，但是已经被10几家企业起诉，封条都已经贴满了。正常情况下，银行是可以做呆账、坏账处理，然后由法务部门出面解决就行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贷款手续有巨大的问题。当然了，这是陈行远当行长时候的账目，所以我不能不问问。现在就告诉我签过字的贷款有多少件，里面有问题的有多少件，一次性告诉我，不要今天一件明天一件的。那个曾总，有多少就说多少，出了问题不怕查嘛。正好钱行也在。一共11件，其中回款有问题的涉及6件，那这一件已经是呆账了，其他的还在调查当中。曾总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把这些资料呢放在这儿，让钱行认真的看一看。好，然后你这边呢，把那11个出了问题的贷款项目认真的再检查一遍，尤其是那6个回款有问题的，好吧？然后写一个报告。主要的一点呢是要明确，钱行当时只是作为总行董事长的助理，过来替董事长签的字，他不是执行者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要查一下问虎集团的相关企业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，因为我相信啊，很多事情钱行当时是不知情的。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老朱，你这个方法好。那这样，我就尽我的职责去检查，别到时候别人说我工作不到位，是吧？那行，你们先忙。我确实是不知情。对，没错，总行交办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负责督促，这个肯定没问题。你也知道，陈新远他就不是个痛快的人，每次都是推三阻四、拖拖拉拉的。我没办法，我从楼上冲下来，我签个字我就回去了。我怎么能知道什么远洋渔船、什么造船厂这些破事儿？总行交办的。对呀，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总行交办的所有项目快速推进。不单是我们一家分行，其他分行的项目我也签过字的，但是我只是代理方，我不是决策方。哎，总行谁交办的？要不这样，现在我让监察部的人进来。他们什么事儿？因为在全国其他的分行也有一些呆账、坏账，里面有您的签字。监察部的人呢，想就这个问题过来跟您做一个沟通了解。没关系，要不你们先聊着，我在外面，有什么事情你给我电话。
来，住好。跳。谈了几轮？那不行，差远了啊！监察部跟他谈完，那人力资源部还要谈呢。他姓钱的，不是喜欢背锅吗？那我就把所有锅都送给他。哎，反正我是背不动，我能力有限。以后我开家公司，我起个名就叫能力有限责任公司。你就别拼了啊！我一会儿还得去办公室看看他。你呀，别老拿这些事儿逼他，再把他弄得应激了。我是在救他，让他明白他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。这临门一脚不是由我来提，得由他们自己人动手。哎，他哥是我师傅，我不能看着他们俩都进去啊。行吧，但愿他能够迷途知返，最好。但愿吧。哎，钱行长，夏新总一直在约你，要不要我现在请他过来？他要什么事儿？钱财和罗莎出事的时候啊，咱们有几个新奶源牵连进去了。监察部查了一下他们的履历，上面是你签的字。夏新总想找你核实一下。这有什么可核实的呢？是我推荐的人杀了人，我要跟着偿命是吗？这也是林祥给你们安排的？那倒不是，这是监察部要走的一个问询程序。夏新总是总行的人事一把手，你还是见一下。你上哪儿啊你？啊？给我回来！哎，别！哎，领导啊你！不都是街坊邻居，就是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。哎呀，不，领导，我错了，认错，道歉。过来！这，哎，领导不好看，这么多人，你还知道喊出来？哎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专门把我卖了？我没有，哪儿敢呀？没有你跑什么？不，这看着您害怕，那来都来了，一块吃个午饭，算是与民同乐。谁是民啊？我是民啊，您是领导啊，这没必要拿着噎死这咋？我是跟老爷子学的，你知道他差点用他那铁球把我废了，啊？亏了我有这金钟罩啊，这是啊，不是，领导今天能来我这儿蓬荜生辉，您这房子顶都冒鲜气了。贫，这不也是你们先玩的我吗？来，领导，来，续上。您这刚才也可能没喝好。哎，我敢保证啊，这个钱波接您电话那会儿，是他这一天里最好的体验。干嘛你要策反他？哎呀，他这个人的确我非常不喜欢，但他是我师傅的亲弟啊，我不能看着他们俩都进去，至少得保一个吧。那他要是聪明的话，这临门一脚就给他踢。
这是哪儿做的不好吗？没，我在想，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？我能从中得到？我跟他争，是因为我想银行独立，我看不惯他那高高在上的德行，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。可是我不会在台面上跟他争，那违反我做人的原则。可你呢？你这么反对他，到底为什么呀？你现在啊，你哪怕就稍微的妥协那么一点点，老爷子就会把我原来的位置给你，因为他不想看到联中银行完蛋。你说，跟我说什么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哎呀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你们不信呀？那什么？我只想保住这份工作。哎呀，你说点新鲜的嘛！你，啊，行，我说点新鲜的啊。您那个办公室太大了，一点都不温馨，我不喜欢。得了吧，你这温馨啊？那我这还行啊，我这。来进。来，杨姐，买了牛肉，您尝尝，这个好吃。来，帅哥，来坐下一块吃。坐下，你去拉个椅子来。哦，行。哎，你们这伙食还不错嘛。今天是打算庆祝一下，刚谈下一个高科技项目，模拟飞行，巨好玩，巨真实。这个项目要是没看上，那才是瞎了眼了。但用的资金量比较大，您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得跟您汇报汇报。回是不可能啊。男人话说出来了还能说回去啊？说实话，我已经在选址。选址？筹建我们自己的银行。我已经忙了5、6年了，从准备金到跑各种各样的文件，应该说非常成熟了。我想趁这次董事会圆满的和大家告个别。我们未来的银行不再叠庄家务，不需要那么多的上下层领导关系，由我直接领导支行。每周只需要和各个支行的行长开1次工作会，扁平化管理、透明化管理，提高效率。但是，我的银行必须要干干净净。我不吝重赏。挺好，挺好。什么就挺好？挺好，你还不赶快过来呀？你干脆从今天开始，你这龙源行我的啊，这边有什么问题，跟我汇报。哎呀，我的领导呀，您真的以为邱老能放你走啊？那就算邱老松口，那董事会能放得过你吗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行李这个位置怎么就不好了？你给我记着，我永远不做行李。我不喜欢上边还有人。我也是。那我也是。帅哥，你怎么想的？啊？是吗？把龙源行干脆交给你吧，你干也不错。哎呀，领导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哎，不，就是你媳妇儿不是她还动了吗？赶紧去给她回个电话。去，胎动。那你还在这坐着干嘛？他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未婚先孕。不，你他媳妇胎动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当面骗人。那您还当面挖墙角了呢？吃饭。李一晨这个员工你熟吗？不熟，怎么了？我这是人力资源部的常规问询程序，请你不要太情绪化了。对不起，夏总，我只是有点累。您想问什么尽管问，我尽力调整。
好，为什么来问您这个人呢？他在审批部工作了2年，是钱财招进来的。后来钱财出事的时候，发现他身上也有问题。上级部门把他带走之后，现在经调查结果是，他在5年前就是问虎集团的一名员工，一直拿着2份工资。还有个卧底，真好笑。这个员工在进来的时候，你是推荐人，你在推荐人这里签了字，钱财也签了字。后来是罗莎总和我。前2天我被叫去问情况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我并不清楚。罗莎说是总行交办的，你是负责人。所以呢，我有罪？有罪这个谈不上，况且我也没有这个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来落实情况。那您是了解还是不了解啊？不了解。好。那这个女孩你知道吗？也是总行交办的。现在在龙源行工作。董事长。小玲。啊。坐。给你安排的工作还满意吗？满意。你们龙源行来了一位新行长。对，林行长。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不知道。我教你。是邢理董事长，当时给了我一份名单，说是市里面别的银行的朋友给他推荐，简历没有问题，人也没有问题，让我直接去人力资源部找罗莎总签字。夏新总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直接写上钱伯行长不了解、不知情。如果监察部要提出进一步询问的话，让他们来。喂。好。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我来拿2份贷款件，16年5大照明和5大钢业的。我不管你找什么文件，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就敢开我的保险柜？那不是您的保险柜。啊？那不是您的保险柜，那是总行董事长办公室的保险柜，里面放的不是您的私人财产，是随时需要调阅的银行文件，密码是我设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就想问问您，您什么时候换的密码？我怎么不知情？我只是履行我的职责，上来查阅2份文件。你查5大集团的文件干什么？您交办我下楼签字，但是您没有告诉我，5大集团是个空壳。曾百川已经查出问题来了。现在5大集团人去楼空，那2笔贷款已经成了坏账了，上面签的是我的名字，董事长，这个责任谁来担？责任？你第1天上班啊？联众银行1年做上千个项目，1笔、2笔呆账、坏账，不是1笔2笔，是整整11笔，应该还有更多。监察部的人找过我了，你让我删的那2个硬盘里的资料，
他们几个小时不到就全部恢复了，里面所有的款项都和问户集团有关。夏新总刚刚告诉我，说我们信贷部有一个叫李一晨的，是问户集团的员工，一直拿着2份工资。这个李一晨他在信贷部的工作是您交办，我签字担保的。那又怎么了？啊？坐，钱伯。我害过林处长，我害过陈新远，我不想变成我哥那样。您之前给我那个账户，里面的钱是您自己的吧？我查过了，我也是干银行的。今天早上一上班，我就把您给过我的好处全部匿名打到监察部的账户了。您放心，多余的话我一句不会说。但是您交办我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再办了。祝您好运。这是这些年我帮您攒的，你有空看看吧。钱伯啊，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情，是谁教你的？你要认为你自己有价值，那你就去兑现你的价值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得到你应得的，你就抱怨，就怪罪其他人，那是懦夫的行为。我也祝你好运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咱们去哪里？机场。壮，现在谁代理啊？上午还是钱航那人代理，结果下午他给我留了个辞职信，人就不见了。那我这事跟谁汇报？什么事儿？
刚才接了个电话，说邢丽董事长在机场被拦了。我能做吗？我不让你做呀，你就不做吗？坐。我刚才去机场，被海关给拦下了。他们告诉我，因为文虎集团的案子，联众银行所有高级职员一律不得出境。老爷子，是吗？我这几天查了监察部的账，我认为只要有外援，我们就能平稳度过。百花集团愿意和我推进我们互换股权的事情，他们老总在国外请我去谈。这件事情要谈成了，文虎集团这个烂账我就能给他填平了，限制出境。您是怕我跑吗？还是要抓我呀？所有干金融人都知道，你贷款给一个企业，天灾人祸、战争都能让你血本无归啊！这么大一个银行输一次怎么了？我就输这一次，你们就联合起来整我吗？抓我一个人，这事儿就能过去了？那好。来抓我！等我进去了，只要在文虎集团贷款项目上签过字的任何人，都跟我一块进去，陪我吃牢饭。媒体曝光，出户排几10公里。老爷子，这是您想看到的结果吗？要不然你去自首吧。您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应该去自首了。这是钱伯送来的，禁止你出境，是经上级部门批准的。以后别再做这样的事。不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吗？大家都觉得你自首对你好。当然对总行也好。至于诬告还有继续融资的事儿，你就不要再继续考虑了。小孩子们都知道要遵守规则，你已经忘了什么叫规则，规则是怎么回事了。老爷子，那你觉得我现在回总行从楼顶上跳下来怎么样？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了。我们可以宣布，你是抑郁症。何苦呢，老爷子？我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，好看吗？一个台阶都不给，您何苦？董事会已经授权我，作为临时负责人，我给
以马上宣布解除你的一切职务。回家去吧，啊，去做你想做的所有的事情。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可以用4个字来表达，但我不屑言之。都到这会儿了，老爷子，您就告诉我哪4个字啊？到此为止。董事长。董事长。动这儿的东西，你们谁负责？您的个人物品我们会打包放在指定位置。这间办公室没有董事会的允许，恐怕。邱老，哎，你好，陈总。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严重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今天晚上我们先整理一下，刚才发现了一些海外银行来往钱款的记录，有一部分比较敏感，有一部分被销毁了，但是通过底单能查到。这些东西我不过手，你们认为有问题，直接交有关部门，然后向董事会交报告。好。六亲不认。什么？这帮小子，冷血动物。从来感觉不到他们的温度，在邱老面前也板着个死脸。你还甭说，这些规矩就是我定的。凡是进监察部的，跟其他部门不许有私人往来。开大会不许鼓掌，不能参加任何团建活动，
他们就是独立的进行监察。可还是让经理捅了个大窟窿。有几年追求业绩的时候，监察部跟我说过几次行李的问题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只要业绩增长得快，有些不规范的事儿嘛，事后去弥补一下就行了。行李的错误，我得担一半的责任。董事长，咱们去哪儿？把我风衣拿来。好的。你别老在我眼前这晃好不好？啊，你晃得我眼晕。你来，你坐在那儿。合适，挺合适。您这就属于给我挖坑了。我给你挖什么坑啊？啊，你要一个干净的银行，我给你了吧？你想独立出去，自己求发展，得多久？啊，多久才能够发展到全国规模1000家支行以上的大型商业银行？男人过了40岁啊，经验是有了，但是心力也弱了。你听我的，何必去做那些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？联众银行人才多，您要是再代管几年，又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，您又何必，是吧？何必这么耗着我一个人呢？你猜怎么着，俊然？每次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回到 ICU， 等醒过来的时候，就觉得是又刮了一回，又瓦特了一回。好几天，这2只手就攥着那个止痛泵啊，不敢放。什么千秋伟业，豪情壮志，人呐，就是个脆弱的碳基生物。我就是那个最脆弱的碳基生物。为了我的豪情壮志，这条路我必须要走下去。甭走，你听我的，死路一条。我不会同意吧？啊，董事会也不会同意。临海分行的每一个支行、每一个员工、每台电脑、每张桌子，都是联众银行的资产。你想闹独立，你教教我，我还真想看看。万一董事会同意呢？啊，那不是白日梦了，那就是噩梦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别闹腾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你要不死心的话，你就带着你的问题提到董事会上去。我就不信太阳从西边出来。
爷子，这包给您吧。这里头啊，有我保存的一些材料啊、合同啊，也有 U 盘。既然盯上我了，就让他们查。查吧。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老婆孩子都出去了。那就直接去自首吧，我陪你去。这个包你拿着。你在联中银行工作了这么久，业绩斐然，工作能力强。我到时候会为你说话的。是吗？在家里我的话说重了，啊，我道歉。别，老爷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给您票段戏吧，啊？你会唱戏？将生儿来志在大家，调起得太高了。将生儿来志在大家前，尊一声过往的宾朋听从头，已不是相马并泽口，而不是待人把城头。杨凌雨与我来争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，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好，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，是难舍解放司令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白了头，娘生儿连心肉，儿行千里母难填。首先要感谢大家啊，百忙之中能够凑齐过来，参加联众银行的这个会议。今天的这个会议呢，要将对下面的2个问题进行投票，一个是行李案及善后处理，第2个是临海分行的独立。各位董事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都明白了？好的，我还是想先向董事们来汇报一下啊，原联众银行董事长行李案的最新进展。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对行李正式立案了。银行的监察部提供了我行掌握的所有证据。自从行李自首以后，4个跌点。我们的市值是在不断的蒸发，我是不会说什么客气话的。
不会说什么我要负什么责任啊，什么什么的。联众银行是我一手创立的，我敢讲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他。我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情吗？大家看到的是你们手里的钱包呢是在缩水，而我看到的是自己的孩子在被吊打。我如果能知道行李的最后真相，我恨不得马上生吃了他去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啊，这一个人往前跑，不能总是回头看。我是无条件支持管理部门对我们的任何的惩罚。如果说我要负什么责任的话，那么我就是要负起责任来，带领着联众银行重新的振作起来。我希望你们能赋予我足够的权利，我还是能工作的，请大家表决。各位董事，你们面前就是表决键。我补充一下，你们有投票权，并无讨论的权，请投票。